我的妈！今天我们要盘的这部片子，看完之后我直接 emo 了，感觉大脑被格式化了一遍，留下的全是问号和惊叹号。这玩意儿的离谱程度，堪称影视界的珠穆朗玛峰，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他演不出。故事开场，女主坐在车里，眼神空洞，表情迷离，就跟刚打完3把 Apex 落地成盒一样，整个人的状态突出一个我是谁，我在哪，我啷个会在这儿。紧接着，她开始了一段堪比 YY 网文的内心独白。说什么你是天使也是恶魔，听得我鸡皮疙瘩掉一地。我寻思这又是啥子抗战版一起来看流星雨的变种吗？然后女主开始召唤神兽了。不，我没开玩笑，她开始对着空气喵喵喵。我直接好家伙，你搁这儿跟薛定谔的猫对暗号呢。就在我以为这是个动物世界纪录片的时候，男主，咱们就叫他文总吧，闪亮登场。文总一上来就气场全开，那张脸上写满了女人，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。一股子熟悉的下头男味道扑面而来，俩人一见面，那台词尬得能扣出3室一厅。女主质问文总为啥子要背叛他，文总一脸我没有，我不是你别瞎说的无辜。有一说一，到目前为止虽然狗血，但还没啥太出格的操作。但是接下来这一幕直接震撼我一整年。女主突然跟中了邪一样，开始对着文总疯狂输出神秘咒语 call call call。我的妈，那架势配上这 BGM， 我还以为他要开坛做法了呢。看视频的骚棒在弹幕告诉我这是啥子意思？是某个神秘组织的接头暗号，还是在给文总上 debuff 啊？文总被这一套组合拳打懵了，愣在原地，而女主还在持续施法。我严重怀疑导演是不是打游戏打疯了，把角色的沉默技能点满了。这段长达1分多钟的酷偶吟唱，强烈建议纳入世界迷惑行为大赏，堪称神级演技。他真的，我哭死。就在我头快要裂开的时候，剧情终于推进了。警察叔叔闪亮登场，但他们的作用就跟游戏里的经验宝宝一样，全程围观，突出一个我们受过专业训练，无论多好笑我们都不会笑。他们抓住了女主，女主的朋友在一旁疯狂解释，说她不是坏人。然后更离谱的来了，一个配角老哥突然开始对着镜头疯狂念叨一个叫哈桑的名字，我特么也惊呆了，这是在干啥？报菜名嘛？哈桑的名字是张三，哈桑的名字是李四，念了10几遍。我寻思这哈桑是欠了你多少钱啊？你要这么赛博鞭尸？接下来女主和文总又开始了一段新的拉扯，俩人在一个看起来像仓库的地方对峙，女主的朋友们像啦啦队一样在旁边加油助威。文总深情地表示自己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女主，还提到了一个啥子女巫，我直接绷不住了，啥玩意儿？都市爱情剧里突然乱入魔法元素，这是小时代和哈利波特的梦幻联动吗？下一步是不是就要掏出魔杖互射阿瓦达啃大瓜了？女主显然不信这套说辞，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，把一段本该是深情告白的戏演得跟菜市场吵架一样。文总试图解释，但他的解释在女主听来就跟拼多多的砍一刀链接一样，全是套路。女主 emo 到了极点，表示自己已经被伤透了心。最后的高潮部分，文总不知道从哪掏出了一个类似遥控器的东西，女主的朋友们以为他要开大，结果这哥们只是想证明自己。而女主在经历了酷偶吟唱，被警察抓，听了一段关于哈桑的贯口和女巫的传说之后，终于崩溃了。她和文总抱在一起，那场面我只能说懂的都懂。你以为这就结束了？不，导演说不行，必须得升华一下。结尾突然插入了一段诗朗诵，什么星星啊，月亮啊，配上2个主角深情对望的慢镜头。我的妈，我感觉我的智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。这剧情比我奶奶家的老太太裹脚布还长还臭，槽点密集到我感觉像在打 Apex， 到处都是盒子，根本舔不过来。总而言之，这部片子堪称烂片界的绝节子，给所有烂片都好好上了一课。